嗨，这里是 Dimin Studio。那我们今天要来开箱一把由这个孔声还有蓝调口琴王Boogieman 的这个品牌一起出产的这一把12孔半音阶KB12。好，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外观，纸盒的包装。好，那我们就打开来。打开来是一个塑胶盒装的。这把琴呢是我自费买的哈。那先说一下为什么要买哈。第一个当然就是从淘宝一次寄过来，它会有一个集运费那我就想说，既然都已经买了其他的东西那我就顺手买这支半音阶KB12所以这个是我自己掏钱买的。好，然后再来是我想要让学生可以快速的看到口琴的内部构造。好，那这把琴又主打有透明的外壳所以我想我在吹奏的时候，学生应该可以看到一些簧片或者是胶片的作动的现象那多一点的话，可能连按键都可以有机会看得到。好，那我们就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哎呦，哇，真的是有够透明诶！好，打开来之后，里面就有一块布，然后盒子，好，这个非常简单的。好，然后口琴本身，好，哇，非常非常透明所以你应该可以看得到它里面的簧片跟胶片，然后按键也可以看得到。好，那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哈。好，这个按键。哇，这个按键偏慢初体验偏慢等一下我们上个油感受一下。好，听一下按键声。好，我觉得这个按键太慢了，我先上油好了，不然这个吹起来非常非常不过瘾好，我们先上个油。好，那如果大家对于半音阶的那个要用什么油啊？按键要用什么油我都推荐大家用 Suzuki 的因为我觉得它的油很稳定，然后它也可以撑蛮久的时间就是比较不容易氧化。好，装上去了。总觉得这个按键速度好像有点偏慢，有点偏慢的感觉好，那我们实际来吹奏，感受一下。低音的气密度还不错。好，这个按键我觉得不行这个按键现在按起来还是偏慢那这个要拆口琴来调整一下才行。好，然后背面的地方它有他们的 logo 那来看一下这个 logo。好，在这里有他们的 logo。好，那我觉得它看起来好像跟这个奥丁是类似的。好，那它多了上面就是在簧板上它多了这个镀层就是像奥丁它是原本的就是铜的，好，那这个上面它多了一个镀层，好，那理论上多了这个镀层，我觉得会比较耐用，理论上会比较耐用一点。那这个设计也都是跟奥丁是一样的包含弹簧在左手边的地方，在这里弹簧在这里。然后它上面有一层这个金属的垫片。好，那我们快速的看一下间距这间距太小了因为它很小，所以难怪刚刚在吹的时候觉得气密度还不错。好，我先快速的把它调整到稍微大一点至少比较像是
正常人会吹奏的这个间距。因为间距如果真的太小的话，你在做一些舌头的技巧断音啊，或者是一些重音它很容易就闭簧了。那现在这个时间点是晚上所以我也不太方便真的很大声的吹口琴所以我们也这个打开来检查一下。好，这个，然后胶片的材质感觉跟我手上的奥丁是不太一样的我手上奥丁它的胶片是下层是透明的那这个下层是白色的有点不太一样。好，间距快速调整。好，给大家看一下胶片的部分。胶片它是下层是白色的，上层是黑色那我记得奥丁是下层是透明的。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拆把这把口琴再看一下内部。哇，这个内侧的簧片间距蛮恐怖的有大有小，很精彩，有大有小。弹簧的部分，弹簧把它手感调整硬一点看一下下层的。下层的也是有大有小那内部就跟外部是一样的。好，那我们一样拍一些照片来记录一下这把琴。好，很有趣的是，调整完之后，我就觉得它跟奥丁吹起来的感觉是很类似的。因为其实我有观察到，大部分的厂家在出产口琴的时候，都会把间距调得比较小一点。好，那比较小一点，当然你吹奏抒情的曲子没什么问题，但是当你要做一些比较进阶的技巧的时候，你的簧片就会塞住。好，那小间距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它会让人家觉得这个琴的气密度比较好。就像我一开始影片一打开的那个开头，然后开始吹口琴的时候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会发现这个气密度很不错，但是实际上你把它调回到正常的间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好像又是另外一个演奏的感受。那间距它也会跟这个音色会有点关系就是有时候间距太大或太小，那个音色是可以听得出差别的。OK， 那我也顺手调了一下这个弹簧，所以现在的按键速度我觉得还可以那我觉得它需要一点时间磨合所以才这个按键的顺畅度才有办法再更快一点。好，那大概试吹一下给大家听好，这个按键对我来说目前还是太慢了所以你会发现我刚刚在吹一些快速音阶的时候要按键它有点跟不上就我已经到下一个音，但按键还没有弹回来的这种感觉，就没办法。好，先暂时放弃这件事情。好，它的这个，我觉得它的
琴的声音特色哈，其实就跟这种设计的琴哈都是类似的哈，像这个奥丁哦，那这一把 KB12，然后E-Stop 的这个 ET12哦，那还有包含Honor 的CX12哦，都是这种塑胶外壳的琴哦，就是大概就是这种声音的特色哈。然后我有觉得这一把琴的音色好像又更薄了一些哈，应该说它声音比较集中哦，就是比较怎么说比较中频比较多哦，就是音色的频率分布比较集中，然后中频又比较多，所以它的声音听起来比较突出一点哦，比较突出。那这个音色比较不是我喜欢的音色哈，我其实比较喜欢这种频率分布比较广的哦，因为我觉得这种琴你一个人吹影响不大哦，但是如果你在乐团里吹，你大概就可以感受到这把琴的声音太窄了哦的，这个声音听起来会有点像是我们讲话故意把嘴腔缩小的这种感觉，有点像是这样讲话的感觉，嘴腔缩小哦，它就会有一个非常集中的音色表现哦。那我个人其实没有很喜欢哦。那基本上这把琴对我来说，大概就是拿去展示给学生看，然后跟他说，他大概在吹哪些音的时候会有哪些零件会有震动，然后会有反应这样。好，那我刚在演奏的时候，我发现它其实在上盖板的地方，它有印这个 KB12，然后写孔声跟 Boogeyman 的字，那这个应该拍不到，因为它是一个透明的。好，然后它在上盖板的地方也有数字，1到12，这个是我刚刚这样摸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它有这个东西。好，那因为它非常非常不明显，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个数字的作用也不大，就是即使你真的拿这把琴上台，你也看不太到那个数字，因为我刚是摸一摸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这边有数字。OK， 然后再来是它的后侧的这个金属的挡片，它镀的材质我不是很确定是什么，总之它非常非常容易留指纹，所以就是你只要手摸到它就脏掉了，就是有你的指纹在上面，非常非常容易脏。OK， 然后按键的部分你再花一点时间磨合，应该会好一些。好，那我们这把琴的开箱体验就先到这里。好，那之后我应该会出一期的影片，再讲这把琴，然后奥丁，然后东方鼎的 ET12。好，那有机会的话再去借到一把Honor 的 CX2。好，我们来这种塑胶琴我们来交互比较一下交互测试一下，然后如果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发现可以再跟大家来分享。OK， 那这支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大明，这里是 D-Min Studio，我们下次见，拜拜。